家小姐苏初笑，竟在这佛门圣地与僧人私通。就是这个苏家小姐，居然在慈恩寺和僧人私通，真是不知廉耻。就是啊，真是不知廉耻。你做出这等败坏家媒的坏事，现在满京城都在看苏家的笑话。这白灵是爹给你最后的体面，你自行了断吧。初须，满城流言我皆不信。今日我迟延安登门，是来求娶你为我的正妻。我可以娶你，但我要你的丫鬟彩环做我的贵妾。奶娘是我的亲娘，夫君从一开始看中的便是我，你白白替我养了20年的儿子，现在该去死了！我还活着，这是祈福礼那日。小姐，今日是参加公主殿下的祈福礼，万不能出差错。这身衣裙既出彩又不坏规矩，穿在您身上正合适。你的眼光，本小姐一向相信。说到底，还得多谢你这双巧手，梳得了发髻，又仿得了我的绣活。小姐，奴婢不知您在说什么。你绣活这么好，是不是还绣过一方带有海棠锦的帕子？小姐，奴婢都是被逼的，是池公子威胁奴婢做的。他说奴婢要是不做，就杀了奴婢。我本想一早便管告诉小姐的，都怪我迷了心窍，做错了事。小姐，您看，这是池府的东西，奴婢真的没有骗您。确是池府的东西，无疑。小姐，你要干什么？放过我！你用这双手害我，那本降娘便废了你这双手，不算过分吧？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不得好死！不得好死。前世我的确死不瞑目。迟延安，从前你得了我的助力，家宅安定，后嗣孝敬，又有美妾相伴，好不快快。可你过得如此顺风顺水，都是将我敲骨吸服换来的。如今，我这从10殿阎王中爬出来的恶鬼，要来寻你索命了。小姐，已经将彩环绑了起来，她想要自己挣脱，还需要一段时间，足够撑到祈福礼开始了。翠竹，拿下！彩环已经如实交代，你若还不肯认罪，那我便只好在这慈恩寺的后山开杀戒了。彩环呢？你将她怎么样了？当年嬷嬷进我江府之时，应当是刚生了彩环吧。这么多年，母女同处一个屋檐下，却未曾相认。你这做母亲的，心中定是愧疚不已。故而，在她求你要出面陷害我的名声之时，你才会不顾多年主仆情谊，应下彩环。嬷嬷别急着哭，彩环还活着，只是手上多了几个窟窿。佛门圣地，何苦杀鸡？这便有现成的血。你要做血帕，我给你就是了。嬷嬷心疼自己的女儿，也心疼团哥哥吧。今日我派人快马加鞭从府中取来他最爱的木马时，他还哭了好久呢。小姐要老奴做什么，我都依你，只求小姐万万不要伤害团哥儿，他还小，什么都不知道，都是我一时糊涂，差点害了他呀。
楚秀，我记着彩环也来了，怎么今日不是她跟着你呢？池公子，你怎么对我的贴身玉女这般在意？莫不是你中意彩环？祈福礼需潜心求佛，方能显成效。是谁在那儿？别抓我呀！我是苏家小小姐的奶娘，不是什么贼人。你这婆子行迹可疑，在此作何？难不成是偷了出狱的东西，想拿出去发卖？这是何物？池公子在问你这是何物，嬷嬷为何如此心虚到不敢答卦？可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长主殿下恕罪，小姐恕罪呀！这帕子是彩环和池公子昨夜留下的落红残帕。奴婢并非有意偷偷，实在是见他们留下这物件之后，恐会招惹来祸团，便想着偷偷替他们处理了。看池公子方才的反应，老衲还当这事儿与苏小姐有关，谁料这秽乱佛寺的人竟是池公子你！阿弥陀佛，佛门清净之地，池施主定要给小僧、给佛祖一个解释才行。你这该死的老奴！我要杀了你！你这老奴简直是胆大包天，竟然敢将这脏水往我身上泼！我看你是活腻了不成？佛门圣地，池公子想血溅当场才肯罢休吗？你若心里没鬼，何必急着杀人灭口？苏楚秀，今日之事都是你的诡计吧？若不然，这婆子怎么会失心疯般的攀污起了我？诸位，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下人，怎敢构陷于我？定是受到有心之人的指使。苏初烟，你为了退亲，竟用如此卑劣的手段！小姐是无辜的，这都是奴婢的错，是奴婢对不起小姐呀！都怪我这做母亲的，不愿女儿留下罪证被人们发觉，才会想起帮他们遮掩。彩环是我亲女之事，主家并不知晓。但当年的产婆和收养彩环的刘户都能作证，殿下若是不信，大可将人传来对质。啊！你在胡说什么？你这个老糊涂，你害死我了！彩环！绝对不能屈服，屈服就是承认了。苏初意，彩环的手腕伤成这样，定是你对她动了私刑。你为了逼迫这婆子构陷于我，竟然不惜打伤自己的贴身婢女，你可真是好歹毒的心肠！你若不想嫁我，咱们两家退亲便是，何苦又想出今日这等下作手段来污蔑我？前世同样是在这大殿之上，他们用伪造的证据将我钉死在耻辱柱上。那时的我百口莫辩，成了整个棋局中被毫不留情抛弃的弃子。事后，父亲为了保全家族颜面，毫不留情地给了我3尺白绫。
今生我绝不会再做那个任人宰割的弃子。池公子，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我是污蔑，那事情倒也简单。嬷嬷说的是否史实，只消一位有经验的妇人验明正身便可。不知池公子可敢让彩环一验？不可！完了，我这声不可，等于是不打自招了。放肆！来人，将这秽乱佛寺的贱婢给我拖下去，重打50板子！不要啊！公子救我！不要打，你救我！谁敢动他？小姐，他还不愿意离开，一直跟在咱们马车后面呢。倒是一对深情的苦命鸳鸯，有彩环在这儿的后面一辆板车上，他怎么放心离开？不过跟着也无妨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逆子，还不快滚回家！在这丢人现眼做什么？复仇的大幕才刚刚拉开，到底是家中独子，即便捅出了天大的篓子，仍旧是不舍得罚的。也正因如此，迟衍安行事才敢如此乖张，无非就是仗着家中有人托底，为所欲为罢了。迟衍安是迟家独子，当年迟母生他时伤了身子，之后再也无法生育，后来府中出生的便只有女孩了。迟母的手能控制府内，让府内的姬妾生不出男孩，但府外就不一定了。前世我与迟衍安成婚3年之后，迟母病故，短短1个月，迟父便带着与迟衍安一般大的庶子进了迟府，入了宗祠。成日里不学无术，只知道惹是生非，自以为有侯府的阴风会庇护他一世无忧，便如此不知天高地厚。殊不知，这侯府世子的位置，有人抢着要坐呢。小姐，您这一天也累了，歇息片刻吧。去安排一下，明日放出风声，就说我要将败坏门风的丫鬟当众杖毙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迟衍安，你欠我的，我要你一样一样连本带利的还回来。我的儿啊，你受委屈了！这天杀的迟衍安，胆敢想出此等歹毒的计谋来害我儿！改日娘便亲自去他侯府退亲，顺道问问迟老侯爷是如何教的儿子。娘亲莫要忧心，这亲自然是要退的，只是想要退得干净利落，让他迟家无话可说，还需费些周折。单凭我们上门，恐怕难以如愿。那该如何是好？难不成还要看他迟家的脸色？娘放心，女儿自有分寸，定叫他们迟家身败名裂，求着我们退亲。把人带上来。
姐饶命啊！都是这个贱蹄子害的，老奴也是被他蒙骗了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你贪图富贵，是你个不要脸的娼妇，还敢顶嘴！行了，这等败坏我苏府名声的贱婢，留之无用。来人，准备刑杖。今日我要当众杖毙这不知廉耻的丫头，以儆效尤。小姐不要啊！奴婢知错了，求小姐开恩。鱼儿已经撒下，就等大鱼上钩了。爷！我的爷，您不能进去啊！您今日这般大张旗鼓的闯进苏府，那路上的百姓可都看见了。滚开！别挡爷的路！本世子今日非要进去不可。爷，您就听小的一句劝，赶快随我回去吧。若是传到老爷耳中，您又要受罚了，小的们也得跟着遭殃啊！走开！谁敢拦我，我就杀谁！让开！住手！谁敢动他？环儿，你受苦了。只要爷心中记挂着我，我吃什么苦都愿意的。奴婢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爷了。你这个毒妇！环儿不过是做错了一点小事，你竟要将她杖毙，你还有没有点仁慈之心？毒妇，她一个下贱的丫鬟，败坏我苏府门风，按照家规，理当处死。池世子不好好在侯府受罚，倒跑到我苏府来逞英雄了。闭嘴！环儿是我的人，我看今天谁敢动她！为难下人的主子可不是什么好主子，仗着自己有那么一点权利，等当自己是天王老子了。迟延安便闹吧，最好闹得满京城人人皆知。只要他今日带着屠肆出了苏府的大门，那他一个侯府世子，为了一个丫鬟，持剑闯入未来岳帐中抢人的消息便会名扬京城。既然池世子对这丫头情深意重，那便带走吧。只是这出了我苏府的门，他就与我苏家再无半点瓜葛，是死是活，皆是你们池家的事。我们走。哟，这不是池侯爷家的世子吗？怎么抱着个丫鬟满街跑？听说啊，是为了这个丫鬟提着剑闯到苏尚书家里去抢人呢，真是丢尽了侯府的脸面。老爷，现在外面都传疯了，说池世子为了个丫鬟强闯咱们苏府。混账东西，简直欺人太甚！我苏家的脸面都被他丢尽了。爹爹，如今满城风雨，池家这般做派，分明是没把您，没把我们苏家放在眼里。这门亲事若是不退，我们苏家以后在京城还如何立足？可是这退亲之事非同小可，若是得罪了池府，爹爹，他池衍安为了一个通房丫头，连皇家的颜面都不顾了，难道还会顾及我们苏家？他今日敢闯门抢人，明日就敢骑在苏家头上拉屎，这亏您咽得下去吗？退！明日我便亲自去池府讨个说法。一生看重面子的大户人家，即便内里蓄重木折，表面上仍要表现得光鲜亮丽。既如此，那我便撕开他们的遮羞布，一起去丢人现眼吧。开门！母亲，求您通常通融，让彩环进门吧。她身上还带着伤，不能在外面吹风啊。你这混账东西！我池家乃是百年清誉的勋贵门第，怎能容得下这等败坏家风、不知廉耻的贱婢？夫人，求您开恩，
哪怕是让奴婢做个最低贱的通房丫头，奴婢也心甘情愿啊！通房丫头，你这等算计主家的货色，休想踏进我池家门槛！来人，把这贱蹄子给我轰走！疯了吧？为了个丫鬟，连脸面都不要了。这丑事闹得沸沸扬扬，以后哪家清迈姑娘还敢嫁给他？够了，都别吵了，走，去京郊的别院。小姐，池夫人发了天大的火，死活不让彩环进门，那彩环哭得嗓子都哑了，最后还是被池少子像丧家之犬一样塞进马车拉去了京郊。这辈子她算是毁了，只能做个见不得光的外室。前世侯爷那个庶子池景，在池母病寿被接回侯府，这个看似粗鄙的乡野村夫，竟早已考中了进士。回到侯府后，他步步为营，将那个草包嫡子池延安死死踩在脚下，成为了侯府真正的掌权人。今生我不想再等，我要提前找到这把能够刺穿池延安咽喉的利刃。小姐，您看那边，这人长得与池世子竟有几分相似，可周身的气质却截然不同。池世子轻浮急躁，这人却稳重的像个读书的大儒。翠竹，扶我下车。池公子，这《治国论》读得可还通透？姑娘认错人了，在下不过是个目不识丁的乡野放牛，哪里读得懂什么《治国论》？不过是拿着装样子，打发时间罢了。龙困浅滩，终非池中之物。池老侯爷当年在外留下的血脉，池家真正的三少爷，难道真要在这乡野之地与黄牛作伴，虚度此生？我可以帮你提前回到侯府，帮你夺回本该属于你的位置，让那些曾经高高在上蔑视你的人都跪伏在你的脚下。哼，天上不会掉馅饼。这位姑娘，你开出这么诱人的条件，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我要你取代池延安，我要他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，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上苟延残喘。怎么回事？连个车都赶不好，惊住了小姐，你担待得起吗？翠竹姑娘，不怪小人啊，是有人突然冲出来拦住了马车。小姐，是池延安那个无赖。苏初香，你还要在车里躲到什么时候？赶紧给我下来！你我两家本已退亲，这已经是满城皆知的事情，你居然还要偷窥我的行踪，跟了我一路，简直欺人太甚！池延安，怎么？看到我把彩环安置在京郊，没有带进侯府，觉得你又有希望？我告诉你，别做梦了！像你这般心思歹毒的女人，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娶进家门的。娶我？池延安，你是不是还没睡醒，还活在你那侯府世子众星捧月的春秋大梦里？你笑什么？难道我说错了？你若不是为了我，何必大费周章来这京郊？我笑你愚蠢至极，不知所谓。如今满京城谁不知道，你池大世子为了一个低贱的通房丫鬟，连家族清誉都不要了。彩环现在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像只过街老鼠一样，只能躲在京郊这破院子里，做一个永远见不得光的外室。你这个泼妇！若不是你苦苦相逼，当众不给彩兰留活路，我和她怎会落到如此地步？你可别不识好歹，真以为我池家怕了你们苏家不成？
苏初香，你这个毒妇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你给我等着！迟延安，你真以为彩环对你情深似海，至死不渝吗？当日在祈福宴上，彩环为了保命，可是把一切都交代得清清楚楚。你骗人！你这诡计多端的女人，休要诓骗于我！这玉佩肯定是你在她受伤时强行搜走的。若非我信了他的鬼话，认定你是主谋，他是被迫，我当日为何独饶了他一命？我又如何能提前知晓你们的计划，将计就计，而不是在知道真相的第一时间当场杀了那个贱婢呢？小姐，打听清楚了，这些时日，迟延安半步不曾踏进过彩环的院子，反倒是寻了些狐朋狗友，借酒浇愁了一日后，开始流连烟花柳巷。但是昨日就在醉春楼撒了上百两呢。果真不出所料，他那般自私薄情的人，怎么可能真为一个丫鬟守身如玉？迟母那边如何了？迟夫人听说世子不再去那狐狸精的院子，高兴的什么似的。今日一早，她便又张罗着给迟延安家下了拜帖。他倒是个急性子，只是不知如今迟延安这声名狼藉的模样，还有哪家好姑娘愿意跳这个火坑？可不是吗？听说彩环那边这3日早就慌了神，日日后在门口往外张望，盼着迟延安能来看他。短短几日，看着人都消瘦了不少呢。这只是个开始，他既然选了这条路，就该尝尝被抛弃的滋味。去，给我备马车，我要去看看我们这位好姐妹如今是个什么光景。你来做什么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自以为自己攀上了高枝，殊不知旁人从来没将他放在眼里过。那般薄情寡恩的人，你又怎么敢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寄于他的身上？你闭嘴！不用你来假惺惺！我来这里是给你出主意的。池府人丁单薄，若是你能怀有身孕，那必定能换个姨娘当当。如若不然，那只能当一辈子的外室了。你定然恨毒了我，我才不会信你的鬼话。除了信我，你现在还有别的办法吗？不好了，徒儿姑娘要上吊，快来人啊！环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你为什么要来救我？让我去死好了，反正你也不要我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夫人派人来砸了我的院子，你也不管我，我不如死了干净。池哥哥，终日闷在这个小院中，我都快要闷死了。你什么时候带我出去转转呢？今日这不是趁着母亲外出祭祖，我便悄悄带着你出来了吗？好戏开场了。你怎会在此处？今日无事，便与苏妹妹来逛逛首饰铺子，正巧遇见了池公子，不知你们二人要买什么，我亦可帮忙挑选一番。这位柳姑娘便是与池哥哥定亲之人吧？果真如传闻一般贤惠端庄。池哥哥，你便和这位柳年子一同逛吧。环儿想起家中还有些事，便先走一步了。今日本就是来带你散心，若是因为不相干的人惹了你不开心，那咱们换一个地方便是。池母吹嘘的迷途知返，青年才俊，原来不过是个无可救药的草炮。池公子说的是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便不打扰池公子和这位姑娘的雅兴了。刘姐姐，既然有人嫌我们碍眼，
那我们就去别家看看吧。这珍宝阁的首饰，今日看着也不过如此。苏妹妹说的是，我们走吧。多谢苏妹妹今日带我出来，若非亲眼所见，我还真被池家夫人那套说辞给骗了。姐姐是个通透人，自然能看出那池衍安是个什么货色。这样的人不值得姐姐托付终身。回去我便让父亲退了这门亲事，哪怕是绞了头发做姑子，我也绝不嫁给这种宠妾灭妻的混账东西。池家又要不得安宁了。祭祖归来，总算把安儿的婚事落定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聘礼为何退回来了？夫人，柳家说这门亲事不结了，把聘礼都退回来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听说是因为少爷和那个外室。安儿，他到底也是你的孩子，你这个做父亲的就不能管一管吗？管教？这种草包还有什么好管教的？幸好我还有景儿，她既懂事又上进。这侯府偌大的家业，绝不能传到池延安那种草包的手里。少爷呢？少爷怎么还没来？少爷刚才已经走了。他又一次抛下我跑了。还想跑？夫人有令，今日非扒了你这狐妹子皮不可！放开我！你们这群奴才！你这个贱人，竟敢搅黄我儿的婚事！今日我便要让你知道得罪侯府的下场！夫人饶命！我已经怀了池哥哥的骨肉，您不能如此待我！你一个外室，竟敢在主母过门之前提前有了身孕，本就害得我儿难以结亲，如今又珠胎暗成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把药给他灌下去。姑娘，奴婢掰着日子算过了，马上就要科考了。若姑娘没记错，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。大院律例严苛，若是在考场上舞弊，不仅会被当场取消考试资格，还会被拖出去重打30大掌，终生不得再踏入科举半步。这可是彻底断了仕途的死罪。那池衍安本就不学无术，若是查出舞弊，我想起了池老侯爷近日对池衍安的态度。若是我们要让他彻底被厌弃，那便不能再给他留下任何翻身的机会。姑娘所言极是，可要如何将东西塞进他的考栏衣物之中？池家那边我们不好直接插手。你便将科场夹带舞弊的法子想办法透到彩环的耳中。世子爷，世子爷，你醒醒啊！哎呦，
这不是池侯府的那位世子爷吗？怎么这副低相了？你家主子这是在考场上夹带私抄，舞弊被抓了个现行？不可能，他才刚进去。什么不可能？被里头的考官当场搜出来了，按着大院律例，结结实实打了30大板扔出来的。区区一个科考算什么东西？小爷我不过是随便考考便能中榜，哪还用得着用这等下作手段？世子爷，哼，我老头子候在这考场门外30余年了，见过的达官显贵不知凡矣。每一个从这里面被抬出来的舞弊之人，都是你这般说辞。什么遭人陷害，什么随便考，全都是死鸭子嘴硬。你们这群贱民，我杀了你们！少爷，少爷，你别吓奴才啊！快来人啊，把少爷抬回府！好啊！孩子也大了，终究是我池家的血脉，总是流落在外也不是个事儿。侯爷，池衍安刚刚出事，你竟然把这个……你闭嘴！更何况池景虽自小未长在我身边，却是个十分有本事的。你们听好了，今年的科考榜首便是他，池景考中了状元。我在那李老头面前，今日可总算是扬眉吐气了一番。从前他儿子事事压着那个废物池衍安一头，连带着我在官场上都觉得被李老头死死压住。如今风水轮流转，今年的状元定要被我的儿子夺了。景儿，你今日可真是给爹长了大脸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配叫母亲？一个没名没分的野种，你竟然还敢踏进我池家的大门，还敢叫我哥哥！爹爹，我在那间枣草屋里住的挺好的。若是爹爹想我了，我随时都可以偷偷来看您，不惹人厌烦。我初来乍到，惹得哥哥厌烦，又妨碍了你们原本之间的父子情谊，这一切都是景儿的错。景儿这便离开，绝不让父亲为难。够了，谁也不许走！这个家到底还是我在做主。你这个不争气的畜生，自己舞弊丢尽了池家的脸，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呼小叫？你竟然为了他这个野种，当众训斥我，我才是世子！侯爷，这不知是哪个狐狸精生出来的小贱种，他还敢在我的面前演这出苦肉计，看我不撕了他的嘴！前世池景进府时，他娘亲已然病逝，今生我提前找到了他，给了他银钱救命，交换条件便是他在池府内部为我做内宴。小姐，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此，侯府的内宅算是彻底翻了天，池衍安如今算是彻底被老侯爷放弃了。这还不够，池老侯也最看重颜面，只要他还是池家人，总有百足之虫死而不殃的可能。姑娘放心，我查到一件事，池衍安近些时日与端王走得异常灭尽，因我在读书方面远胜于他，他又不甘落于人后，迫切想向老侯爷证明自己不是废物，便靠着他那些狐朋狗友与端王搭上了线，似是想谋个从龙之功。自寻死路。既然他急着找死，我们便帮他把这谋逆的罪名钉死在柱子上。我要他万劫不复。池公子，以后飞黄腾达了，可别忘了提携兄弟们一把呀！好说好说，等事成之后，我池衍安便是泼天的从龙之功。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敢打扰本公子议论国家大事的雅兴？活腻歪了是不是？您怎么来了？给我搜他的身！你这个不知死活的畜生，你这是要拖着我们全族上下几百口人去死啊！闭嘴！堵住他的嘴！立刻带回府！
列祖列宗在上，不孝子孙迟某今日不得不清理门户。爹，我错了，爹，你饶了我这一次吧。逆子迟延安，狂妄无知，德行败坏。今日我便将其逐出族谱，从此以后与迟家彻底没了干系，剥去他的华服，连夜赶出府去。管家，明日一早便对外宣布，世子迟延安突发急症，已然病故，从此世上再无迟延安这个人。滚远点，以后别说你认识迟家的人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我不能就这么完了。楚旭，你来救我了，对不对？打晕，带回苏府密室。什么？你是特意来看我笑话的吧？我现在这副德行，你满意了？我在这个小院子中艰难的活着，每日都要受尽那些贱民的白眼和耻笑，就连迟延安，就连那个说要拿我为贵妾的男人都抛弃了我。从前我受尽迟母那个老妖婆的苛待，又被人强行打掉了孩子，我为了她付出了一切，而迟延安呢？他却能过得如此潇洒。他终日流连于烟花柳巷之地，身边又有数不清的美人作陪，他恐怕早就忘了我这个人了吧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他能过得这么好，我却整日里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？我当初算计你，陷害你，为了爬上主子的床不择手段，如今却没落得什么好下场。你看到我现在生不如死，是不是心里痛快极了？你如今还活着，我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彩环，下辈子寻个正途，想要往上爬并不可耻，但万万莫要到踏着别人骨往上爬，否则终是要遭报应。初秋，怎么是你？你为何要将我绑在这里？我还以为遇上了劫匪，真是胡闹！还不快给我解开！苏初旭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我可是你的未婚夫，你敢动我，迟家和苏家都不会放过你的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别吓我！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？你放下刀，咱们好好说。磨得锋利些，能够一刀毙命，不让你痛苦的走。不要杀我！初心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求求你放过我！真是废物！堂堂持府世子，竟然吓得变孽，你连彩环那个贱婢都不如。你口口声声说对我好，可你将我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，这份深情，我可是记了整整一辈子。不是的，我是被逼的，是彩环勾引我，我心里是有你的，初雪，你相信我。你既然如此爱他，我自然不能拆散你。你这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！
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刚才不是说你构陷我的清白是无奈之举吗？那我今日杀你亦是无奈之举啊。待你死后，我会让人将你和彩环埋在一处，如此也算全了你们生同金死同郡的心愿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初旭，饶了我吧，我不想死，求求你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迟衍安，看吧，板子只有打在了自己的身上才知道疼。你的建议，去地府里给前世的我慢慢说吧。苏小姐，当年多亏你扶越之恩，如今迟老侯爷病卧在床，侯府上下诸事已尽归我执掌，我终于得到了自己筹谋多年的前程。这是迟府半数产业的契书，全当是报答苏小姐当年的再造之恩，还请务必收下。这些是当年我母亲为我添庄，却被迟府拿去填补亏空的那部分田场地契，属于我的东西我拿走，余下的这些迟世子收回吧。你我之间本就是一场交易，如今钱货两苏，互不相欠。苏小姐高义，既然如此，迟某便不强求，只是不知苏小姐今后有何打算。曾有人说，女人就该认命，可我最不信命。这世间的命数，从来都由我自己执笔。初旭，爹知道错了，爹当年糊涂，爹被猪油蒙了心，爹亲自写了这罪己文书，只求你原谅爹半分。前世你递给我3尺白绫时，父女情分便已彻底断灭。小姐，老爷在外面跪下了，头都磕破了。这文书收下吧，全当全了他的心意。至于见他，就不必了。转告他，这世间有些错，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抹平的。让他回去吧，往后不必再来了。秀儿，你快瞧瞧，这都是今日一大早京中各家夫人派人送来的求亲帖子。娘，大雪天的，您折腾这些做什么？这怎么能叫折腾？他们全不计较你从前退婚的流言，只轻密你的风骨。秀儿，你今年也不小了，女人啊，总得有个归宿不是？我看这娘，前世我困于深宅，为了一纸婚约，家族名声，委曲求全，最后却赔上了自己的一生。那样的日子我过够了，如今大仇得报，所有的枷锁都已断裂，我只想为自己活。我不稀罕什么翰林将军，也不要什么宗室诰命。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的后宅能大过我眼前的这片地。罢了罢了，娘知道你有你的主见。若是那些所谓的好归宿会要了你的命，那咱们宁可不要。往后只要你高兴，哪怕你一辈子不出嫁，娘也养着你，护着你。谢谢娘。曾经我以为女子的命就像这随波逐流的落花，只能任由风雨摧残。我用尽2世光阴，在血泊与谎言中杀出了一条血路。如今恩怨两清，我挣脱了所有的枷锁，